大家好，我是周弟，我们继续上一期的安徽省鸡铸币史的下期介绍。所以整个安徽铸币顺序给大家理一下。光绪23年，安徽开始铸造了无干支的银元，后来跟随着北洋机器局，早在前一年就有北洋光绪22年的年份在钱币上。这方法也对啦，在钱币上加上了年份，也好控管币制责任或是发行量，于是就学着加上了年份。像德国奥图特克公司制作了23年的钢模，为24年做准备。23年版式没问题后就让德国修改成光绪24年，并修改了一些小细节，隔一年才正式发行了安徽24年7钱2分，保留了23年的所有特色及 ASTC 的案记。孙浩老师在书中有提到，安徽的徽字冲头有明显有更换过，字体有改变，24年的徽字中间多了一横点。孙浩老师表示奉天银元也曾经英文拼写错误，而退回德国重雕模具，所以安徽的一系列改版也是很正常的。先后造币顺序也相当的有根据下一版就把多余的 ASTC 英文字母去掉，除了去掉英文外还改了4字，然后下一版就改了字面的花式改成大花，然后又效仿江南省改成干支年号戊戌。这一路改版下来都是有顺序的，就像游戏改版修复的 bug 一样，每一次改版都会留下蛛丝马迹给后人发现，才有这么多专家写书谈版别，这就是版别的有趣之处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些版式的主币哪一个贵哪一个少，我特地把所有安徽主币的银元 PCGS 评级数量放在一起。23年不说的话，很明显就是无干支与戊戌最少，老安徽总数量40枚，戊戌安徽29枚。这两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品相的特别少，尤其安徽戊戌更多有戳记。两枚的价格哪一枚贵呢？数量上戊戌安徽要比较少些，但是热门度上又是老安徽比较热门，依照我估价应该会是差不多吧，各有赢的道理，有点像老江南与珍珠龙的关系老大永远是老江南，不管珍珠龙的好品相再怎么少，对吧？接下来这3枚光绪24年也是大家的疑问，总数量来说ASTC 比较多，无 ASTC 里面大花比小花多，品相来说我感觉都挺平均的，3枚里面几乎每个品相栏位里都有个几枚。这种分布均匀的数据在价格上有一个特色，每个品相的价格阶梯会比较稳定正常，不太会遇到2级跳的品相价格3级跳的现象。悄悄这个大花的64分居然比63分多一个，所以就以总数量来判断，最贵的是无英文小花，再来大花，最多的是有英文的。1899年的光绪25年银元局停业后事隔3年1902年的光绪28年，原本银元局的工厂改成铜元局，于英国日本添加购一些铜元的器材，用原有的机器制造铜元。自广东制造铜元获利，各省纷纷效仿。安徽省在光绪28年4月，安徽巡抚内契圭奏准在安庆铸币，开始试制满文宝碗的方孔10文水龙，5文座龙。这枚已知存世3、4枚而已，此枚是马定祥的旧厂，还有10文的飞龙，有梅花星、米字星。还没开工2天造币机就故障了，运至上海检修，4个月后才恢复生产。安徽试制的宝碗铜元因费时费工铜元局无利可图，最终没有生产。从铸造工艺上，我们也能看出当时机器的设计不佳。从钱币风格上的推测，这4枚币制造于同一个年代，因为满文都写着宝碗嘛。接下来满文由宝碗改成了保安，美元当字前10文，英文货币单位是 1 cent， 也就是1分的意思，因为英文叫 1 cent 嘛。当时日本的货币单位是仿照西方国家的，所以早期安徽银元的开铸程序，后人认为与日本多少有一些关系可能是设计上或是器材上有与日本关联，所以 1 cent 的铜元也都称为暹龙。英文1分是 cent， 日本叫 sen，后来中国又把它单位改成接近英文的 sen，
C 开头的，改来改去越改越怪，又不是日文，也不是英文，才又全新改版成 Ten Cash。安徽30年1月28日，安徽巡抚陈勋奏请安徽同源局添造黄铜元，但是户部最终还是决定让各省以红铜元为主。于是这枚安徽黄铜元样币目前仅发现彰黄这枚黄铜元。再来还有一枚非常稀少的安徽省造府提部院呈奖字石纹，是中国铜元10大名誉品之一中间的奖字顾名思义就是奖励赠送之用。1900年大清扶提部院营所谓扶提就是巡抚兼任提督，陈字也是陈勋的意思，都是取第一个字来缩减名称目的就是用来奖励忠勇的军人。到了光绪31年，全国各地铜元的铸造量太多了，造成通膨。为了维护环法，清廷在10月发布限制各省产量令，每日生产不能超过30万枚，并将原来的厂改成安徽户部造币分厂。其实到了大清晚期中国的银元还是没有外洋好用，原因就是各省银元的成色不一，直到中央户部的介入，统一了钢模后，各省就无利可图，不像过去可以偷点银少点料，然后账目少个零，对吧？所以各省就改铸铜元，铜料便宜又可以无限量的生产，所以当时各省为政的局势下，每个地方省份还是以利益为优先考量。OK， 这就是一系列的安徽省鸡铸币的货币史全部内容，我们下次见，拜拜。币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咯，感谢大家多多利用。